流浪气球被美国政客炒作，共和党想把气球跟民主党一起打下来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美国头顶上出现气球这事儿，这两天已经出现了连续的反转了。刚开始呢，是美国国防部官员呢2月2号的时候表示，美国军方追踪了一个突然出现在美国上空的一个高空气球，说这个气球已经在北美大陆上空飘好几天了。美国人说，这个气球是从中国本土起飞之后，飞往了美国的阿拉斯加附近的阿留申群岛，并且呢，在过去几天中，先是穿越了加拿大的西北部，然后到了美国的蒙大拿州上空，并且在此处停留。而这个州呢，正好有美军的洲际弹道导弹基地，管着100多个洲际导弹发射管，所以这个地点好像是非常敏感。国内的媒体呢，也马上做出了反应，采访了相关专家，得出一个结论，说探空气球从中国本土飞到美国概率极小。还有专家说，这个气球不可能属于中国，不排除是美国自导自演的闹剧。气球上的设备是美国一家名为渡鸦工业的公司生产的。然后外交部宣布，该飞艇来自中国，属于民用性质，用于气象科研，受西风带影响，并且自身控制能力有限，偏离预定航线误入美国。中方表示了遗憾，并且呢，愿意同美国继续保持沟通，妥善处理这次意外事件。那么套用眼下流行的网络思维，这好像是给美国气球洗地了。其实呢，我们自己从美国描述的情况来看，都知道这件事本身不是大事儿。五角大楼已经说了，过去很多年一直都有这种情况发生，只不过呢，过去的记录都是机密，不说而已，根本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儿。如果这次不是有人看到并且开始炒作，这事儿跟以前一样上不了新闻。而且美军自己承认说，这个气球没有多少侦察能力，不对美国构成情报泄露风险。中国呢，有大量的民用的、军用的侦察卫星，其中很多是低轨卫星，要看清美国的洲际导弹基地很容易，根本犯不上用气球这么一个不可控的手段。所以美军还建议拜登说不要下令击落，而且这么大一个气球，下边挂着太阳能电池板，还有其他设备，说是有3辆校车那么大，挂着这么多东西，如果掉下来的话，砸到花花草草就不好办了。而且这个气球的飞行高度呢，是在民航客机的飞行高度以上，根本也碰不到谁，所以派 RC-135U 侦察机还有战斗机进行跟踪监视就行。其实呢，咱们这个气球也严格来说算不上飞艇，飞艇呢必须有动力吊舱，有很好的动力还有操控性能。气球呢并没有配备具有足够推力的发动机，只能跟着气流飘。我们呢只是把气球送上了天，至于它为什么飘到了美国导弹基地上空，那也是负责当地工作的上帝决定的。五角大楼这个态度啊，说明是想淡化事件，毕竟布林肯马上要访华了，拜登政府的幕僚也不想节外生枝，所以不击落这个气球也是五角大楼要照顾自己的脸面。但是媒体一报道这件事儿，想简单也没法简单了。很多美国老百姓想到了2战的时候，日本人曾经放出过9000个气球，挂着燃烧弹，乘着西风带到美国上空扔燃烧弹纵火，所以这件事儿呢引起了一些人担心。然后就问五角大楼说怎么知道气球飞到哪儿去了？然后五角大楼就说民众没事可以仰望天空。而美军这种躺平态度就引起了共和党议员的反应，这些美国的右翼势力就开始表演出一副特别愤慨的样子，说中国气球都飞到美国头顶上了，拜登政府还不赶紧击落，还要派布林肯到中国访问，你们民主党政府就是面对中国跪着起不来了。共和党议员还号召民众拿起自家的武器对气球进行射击，吓得当地警方赶紧发通告说没事别往天上瞎瞄准。共和党还有选民嚷嚷说1年军费8000多亿美元，连中国气球都打不下来，以前交的税必须退款。所以只要能给民主党捣乱，共和党绝对不会放过任何机会。毕竟中国不会跟共和党抢夺白宫跟国会，而民主党现在才是共和党最大的敌人。中国只想挣钱，民主党呢是又想要钱又想要共和党的命。所以未来不出意外的话，共和党还会弄出一大堆的各种相关气球的阴谋论。现在一些个美国右翼媒体已经纷纷跳出来了，说中国这个气象监测气球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，是间谍等等。而且我相信，以网民对阴谋论的酷爱上瘾程度啊，很多美国人都会信。后边的情况大家也看到了，布林肯说受中国无人飞艇进入美国领空事件影响，已经决定推迟访华行程。所以共和党这一轮的炒作效果还是明显挺有压力的。其实民主党这些人要是脑子有点清醒的话，还不如顶住共和党压力，采取一个理性的对华态度，该来你就来。毕竟共和党死活是要折腾他们的，所以这一退缩反而让民主党里外不是人。不过中国政府也说了无所谓，来不来你布林肯自己看着办，我们尊重决定。既然你不来，也说明没有跟中国好好谈一谈的决心和紧迫性。